欢迎收看宝洁点评。从俄乌战争开始，我们就学到，不是说你有强大的飞机大炮，你就代表你的军力旺盛。如果你不能及时绘制战场地图，你不可以掌握及时的资讯，你这些飞机大炮根本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们再看到了美国去进攻委内瑞拉，在美国进攻伊朗。那根本就是一个不同时代的一个战争。现在太空司令部、现在网络司令部已经掌握所有战争的最关键的因素，也就是我的指挥权已经在空中了，我的整个通讯链、我的斩杀链才是战争能否得胜的关键因素。结果现在没有想到，只要有一点点的尝试，你对战争有一点点的了解，你都会知道说，我现在不是要买武器，我现在要买的是指挥系统，甚至我要买的什么？我要买的是跟美国可以连接的通讯系统。但没有想到，现在国民党所提出来的军购版本，根本就是一个以军购为名去挡军购为实的策略。怎么讲呢？表面上我丢了一个3800亿加 N 的策略，结果没有加 N， 只有3800亿，3800亿都是现在你买武器的。那我们最关心的是 C5ISR， 也就是我的通讯指挥管理这些系统，居然都没有在这里面。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跟美国我们可以建立通联系统，在这中间也没有。我讲的非常好听，是说我要好好的管自己的预算，我要管自己的预算。如果你不能达成的话，我要给你处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你只会得罪美国。甚至我给你定下了一个期限，你在这个2028年前你就要交货。如果不能交货的话，我就要重新审预算。这种种种的动作，它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挡军购，我要等于说让美国的军购不能进到台湾，我要让台湾的军购里面最关键的大脑、最关键的神经把它给关掉。为什么要关掉呢？因为现在习近平面对这样的压力，他已经没有办法了，他只有寄望台湾内部的崩裂。现在就有人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等于说透过军购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将台湾的政治力量、将台湾的军事力量彻底瓦解。好，我们今天请到来宾，在台湾首席的财经专家黄仲收，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视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三位是财经专家冯开平。大家好。好，第四位是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时怡。大家好，大家好。这两天我们在强调说，现在的战争已经是不同时代的战争。你现在看到的是伊朗的地下城，你可以想象，他花了数十年的时间，花了几千亿的预算，打造了一个你等于说神出鬼没，隐藏在地底下。这地底下里面有很多的导弹，这地底下有很多的无人机。你以为说已经天衣无缝，你以为说固若金汤，美国拿你动弹不得。所以伊朗非常有自信，说你绝对拿我没办法。但事实我们看到，你现在这些伊朗的飞弹、地下飞弹城，你这些地下的这个所谓的无人机的这个堡垒，对，居然就一个一个就被端掉。所以在美国现在的精准打击，在卫星通讯，甚至无人机，还有它的整个资讯整合上，你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这一次的这个美伊战争，让我们看到一个未来战争的雏形。在未来战争的雏形里面，你过去的装备再好，比如说伊朗的地下碉堡，地下碉堡是该挖的多深？他们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把他们的飞弹、无人机全部都存在他们的地下城里面。可是这一次遇到什么问题？它的地下城地下100公里。对，那遇到什么问题呢？他们只要稍微的出来之后呢，美军跟以色列看到你之后，马上就把你端掉。而且端掉的时候，我很简单，我只要把你的洞口完全封住。把你的能够出入的管道，把你完全封住之后，你这个地下城过去花了多少钱建的再坚固，完全没有用，完全变成废铁一堆。那这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呢？因为第一个，美军跟以色列现在在伊朗战场上面来说，他能够做到，我看到你的时候，几分钟、几秒钟的时间，飞弹就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你只要一出来，我就把你打掉。那这要关乎什么东西呢？第一个，你要有非常强大的 AI 资讯链，再来你要有情报链，还有资讯链。重点是什么？你那个大脑非常重要啊！那个大脑，我就是决策看到就随即打你。这个大脑是战争中的核心中的核心，尤其是未来的战争。但是我们必须说了，在这次国民党提出的这个军购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难过的一件事。第一个，不止没有所谓的3800亿加 N 是没有的一件事情，没有 N， 对，我们都被骗了。好，第二个是什么呢？未来战场上最重要的 C5ISR 这一次呢也被拿掉。所以简单的说，这次国民党
不只是说，我好像要过军购，但事实上是一个削弱版的军购。再来就是说，他把未来我们台湾最重要的 AI 辅助直管里面的大脑，就是 C5IS 啊，把它摘除，所以等于是把未来台湾可以跟美军链接。譬如说，我们有这个 C5IS 的时候，在未来的战争中，我们可以跟美军的资讯链快速的连接上，我们可以跟美军共享资讯，我们也可以把资讯分享给美军。那甚至盟军给我们的这个资讯，全部都可以知道。那个大脑，他现在把你摘除掉，所以这才是核心中的核心啊！我只要摘除大脑之后，你没办法跟美军连结，或者跟美军的连结变弱的时候，无形之中就在削弱台湾的这个战斗力嘛。而且我们看到现在国民党讲得非常的漂亮，讲得非常好听，就是我们就是要监督预算的、啊，监督预算的时候呢，我们就按教保来啊。你既然就是年度预算，我就年度预算来审啊。是。结果后来，不是我们讲的哦，是许玉仁讲的哦，是国民党前不分区立委哦，他现在在华府访问哦，对，他说从我们台湾关系法签以来，是我们跟美国的军购都是这个样子，是我们给你一个特别预算，对，按照这个特别预算的时候呢，我们在等于说是分批在进行，可我就现在国民党不是哦，国民党就是我根本就把你最重要的东西把你给割开了，对，割开以后你要怎么谈？谈的过程有多久，你完全不知道。那如果你怎么谈，你要谈的时间都不知道的话，那美国要怎么配合你呢？对，没错，是让这个许玉仁说的，他就说，你看国民党提出的3800亿加 N 的话，在可行性上面、技术操作上面、跟立法惯例上面都有问题。为什么？因为这次这个国民党的版本是这样，我编3800亿，他一开始说3800亿加 N 嘛，那结果今天顾立雄说没有所谓 N 啊，他说这个3800亿就是把它定死啦，你未来说还要另外再这个提出预算啊，他就说，这个他就说什么？这好难道是下单吗？网络下单，你 Uber 下单，随便下就随便有吗？这哪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再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这个供应链是相当紧张，你要赶快下，你未必拿得到。譬如说，我们说德国买的武器，可能都要3年之后才要到。我们之前交付的也是很久都没有到。就这次国民党就说，我要在2028年以前就完成，没有完成的话就没有。那问题是有可能吗？这个你的这个施行的方法也都完全不对。而且人家讲说，你这2028年用这个 deadline 也完全不合理，对，因为没有个预算说，我今年交货就交完了，对，我这个交货以后我还有训练，比如说我们以前的 F16还有训练费用，我 F16训练费用之后，我还有一些备品的费用，对，那如果我2028年我已经交给你了，可是我的训练还没有，我的备品还没有，那我这个预算我到底是执行还是不执行呢？是，而且我觉得更可恶的是说，现在全世界，比如说在抢晶片，对，抢晶片就我讲，台湾你就要买台积电的晶片，是，台积电的晶片，你跟我讲说，我今天报价单来，我还来这个，所以跟你猜测，来给你拿个没有？你钱没有到手的话，人家就卖给别人了。对，宝杰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就像现在缺晶片，你要下给台积电的话，钱先来，你钱先来，你保证多少订单，你跟我讲，你定金都要来了之后呢，我再说，这个谁，我再给你，这是这样的，这个逻辑是这样。现在目前为止，美国的国防供应链也相紧啊，所以我就说嘛，过去我们的流程是这样，我们先要提出所谓我们的要求意向书之后呢，美方来说，我们目前的状况怎么样之后，他们会开出一个发价单给你之后，然后签署发价单，开始后续的这个状况，没有什么他们就直接给你一个发价，哪有什么一边追加？我以前也被国民党骗了，是因为我也觉得财政纪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所以他讲说，现在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只要我们意向书就说，我们今天想跟你买什么武器，是我们今天想跟你买这个所谓的爱国者飞弹，对，我们今天想跟你买这个所谓的海马斯火箭弹。当我这个意向书提出去了以后，美国他去进行审核，对，进行审核的时候，可是我们意向书是说，我告诉你我要买这些东西，对，我要跟你买这些东西的时候，钱就已经准备好，钱要传后啊，传后了以后，美国去审核以后，他会给我们一个发价书。发价书后，你发价书给我说好，我同意。你今天我卖你海马斯，我今天卖你 F16，我今天卖你什么东西？台湾马上做一件什么事？我的钱要赶快塞给你，我的钱马上要塞到你的口袋。我要打听转角说，你不要再给我后悔哦，你已经给我发价书了，我就开始做了。那国民党怎么做？国民党现在的干法是说，你现在呢，你给我这个所谓的意向书，你给我 LOR 没有用。你给我OLR，我不要讨论，因为我也不确定说你是不是这是你的意向书，这是你的意愿，我不确定说我们能买到这些武器，所以我不跟你讨论这个预算，我不讨论军购，我要等到什么？等到你发价书来了以后，我才要跟你讨论军购。可是重点在这里哦，
当我发价书来了以后，就代表美国已经算好说我是可以给你的哦。如果这个时候你还花了10天、半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来跟我讨论发价书的时候，你觉得美国还会等你吗？那其实后面那一堆的人在等的时候，他早就卖给别人了。对，所以我觉得恐怖在这里。这是整套流程的。整套流程来说，你看还有你发价书发完之后，他们还要经过合约的一些相关的审查这些东西。所以他说这次国民党被他批评说，他们这一次的法案里面也是完全不懂所谓的作业的流程，还有相关的技术的这个规格，完全都不对嘛。所以我就说嘛，这一次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这是谁啊？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郑丽文表面上说啊，我们愿意通过军购啊，但事实上他是在削弱台湾的国防跟摘除台湾的大脑，他等于是在当什么？当中共当局在台湾挡军购的马前卒。挡他的话，跟他的话就是要扮演这样的角色嘛。对，你看，甚至国民党内部也很多人反对这样的声音呢。我们看到徐小溪一开始丢了一个8000亿，对，甚至可以谈到8700亿。是我们听吴董讲说，徐小溪第一次丢这个8000亿、8700亿不是自己随便丢的，他丢的时候已经有跟 AIT 的人来讨论，是讨论了以后，朱立伦马上也丢了一个9000亿，甚至卢秀燕要出访的时候也说我们应该有9000亿，代表8000亿、9000亿是大家一个共识，而且你8000亿、9000亿才有 C5ISR， 对，你今天才有这些通讯指挥，你才有这个所谓的斩杀链，今天对台湾来讲，那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结果没有想到，今天郑丽文可以一个人把所有人都挡掉。对，他们党团跟这个立法院的这个沟通里面来说啊，听说是这样子的。他们党团内部里面有不少的蓝委就说，主席不能够这样，我们要提高相关的这个金额跟版本这样的状况。不过大家可能轮流发言完之后呢，就表述意见，表述意见之后，最后并没有投票，并没有纳入所谓的采纳。或者是投票就直接拍板，就是我们这个国民党党团的他们智库的版本就这样拍本定案了。所以什么意思呢？郑丽文根本没有在理那些立法委员，你讲再多都没有用，甚至是那些立法委员可能也很怕这个郑丽文后面的势力啊，对，所以就这样过了。他背后有势力，当然后面有势力，大家都知道他后面势力是谁嘛。那好，现在这个国民党里面最大的这个地方出口就是卢秀燕。卢秀燕她昨天也邀请很多青壮派的立委在参叙的时候，他们就说，根据内部说法说没有讨论到所谓军购部分。为什么？因为现在显然中央跟地方或者是甚至跟立法院里面意见差异太大嘛，甚至很多人就说，我觉得现在卢秀燕是哀莫大于心死。没错，他已经知道他不能挑战郑丽文。是，既然不能挑战郑丽文，我就当哑巴算了。对，好，那我们就看嘛。台湾目前为止的这个军购是3800亿加 N， 那你看中国的时候，你看同时间他们昨天宣布啦，他们要增加这个国防经费，今年要增加7%，来到约莫是新台币8.7兆左右的这个数字。对比我们的这个数字来说，我们当然是需要说，你看，因为中国的军费非常大，所以我们当然是有限采买，而且是重点是我们要采买不对称的这个作战之外，我们一定要买到那个最重要的大脑跟核心，我们要跟美国的连接这个所谓斩杀链连接在一起。譬如说，我们讲一个很简单，我们有买了海马4，我们买了 ATACMS。你知道吗？这一次的这个海马4跟 ATACMS 斩杀多少伊朗的这个所谓相关的武器？那为什么能够斩杀？因为很简单，因为美国的大脑就直接下给那个命令，我给你一个坐标，你就直接发射出去。对，你发射出去，你就打到那些地方。所以你看，不只是海马4可以打到那个地方，打到你的武器的，打到你的目标之外 ，ATACMS 这是我们台湾有的哦，就可以快速的击中你哦，甚至我不用讲。所以你说我有海马4没有用，我有 ATACMS 没有用，我如果没有那个大脑，我没有那个连接，我就一堆废铁。是，我们在俄乌战场上曾经看过一个影片，就是一个海马5是火箭弹的这个车子开到这个高速公路上，它突然停了下来，停了下来以后，你就发现它在调整方向，然后按了按钮以后人就跑了，是，跑了以后你就发现。对方有一个战舰就这样被击沉了。对，甚至我们讲到说，昨天这个美国说击沉这个对方伊朗的这个战舰也是一样啊。你 MK48鱼发出去之后，你重点是你要知道它在哪里，你要锁定它的目标。这个东西来说，台湾或许没办法做到，但是有美方的连接链在一起的时候，就完全就不一样。所以来说，这是非常重要。那显然国民党也知道，摘除大脑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好，所以吴董，所以不是讲吗？昨天3500亿加 N， 或今天到3800亿加 N， 有个 N， 所以呢，我们就讲好，有个 N 代表说我未来有个谈判空间，就搞了半天我们都被骗了，没有 N。他的 N 是说你下次可以再提出来，胡说八道，这叫做脱了裤子放屁，你知道吧？所以他这个很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不会通过的一个版本。根本就自案难行，他就是要挡军购，他知道，他完全就是要挡军购。可他不知道这个军购对我们很重要吗？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我们要讨论这个事情，你要注意哦，不能把所有的责任跟核心都放在郑丽文一个人身上。为什么？
这个有国民党的整个的意志在里面嘛。国民党真的有意志力要扳倒这个事情的话，其实做得到的、啊。对，为什么讲？因为韩国瑜早就讲了、啊，包括什么狮子啊，什么狮子负面，狮子负面故事讲一大堆。为什么昨天提出这个版本，今天提出这个版本？这个还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政党的亲中的属性当做基础来看问题啊，所以不能够当做郑立文一个人的事情，那是小看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了。真正的环节，所以他们背后是有一股力量的。当然是有力量的嘛，他怎么可能？你看，因为国民党的立委一天到晚喜欢跑北京嘛，对，很多人嘛，少数的不去的，青壮派比较不去嘛，所以这个里面背景我们要把它从结构上来看这个问题。可是我很好奇是国民党怎么胆敢做这样的动作？当然，我们一开始我们对预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我们都是门外汉。可是今天听到了顾立雄讲说，没有这个3800万架2是把我们的大岛给拿掉，而且我们之前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参谋总长讲的说，你现在的直管通勤的所有的系统里面，你也全部没有包含在这里面。那我们知道直管通勤它不是一笔预算，它是长期跟美国合作的一个部分。结果你现在居然，我们已经有台湾人也不是笨蛋，我们看了这么多的战争，知道这个东西这么重要，可是他还是非要拿掉不可。所以这个就表态嘛，这个表态是高竿的表态啊。如果他今天要是对大陆表态的话，亲中表态的话，这个表态是不是非常聪明？而且彻不彻底？彻底，根本从连根把你干掉。所以他是成功的一个表态工程呢。所以他拿过去，他再过了1-2个月或怎么样的话，能够到北京去接受召见的话，那开玩笑是不得了的功劳这个是非常有用心的处理这个事情。那台湾的安全呢？台湾安全是另外一回事。台湾安全是另外一回事。他讲了一句话 "We don't have to choice" 我们不要选边啊。他讲风凉话给你听嘛。所以这个就是美中在台的大作战嘛。所以这个是经过几十年出来的结果。对，在所谓的灰色作战里面。在野党主席出现了一个亲中主席，这是难能可贵的事情啊！如果你站在你是中共的立场来看，有那么好的咖出现了，对，这个是千金难买这个郑丽文啊，搞不清楚啊，这是多伟大的事情发生了，真的，可这个事情不会成功的。难怪我在想说，郑丽文怎么会突然横空出世？他自己从来没有选上过这个立法委员，他在国民党内也没有任何派系，也没有任何大佬的支持，他怎么可能说横空出世，突然党主席就被拿掉？而且刚刚讲到，他是得到了一个重要媒体的支持，对，那他不是他如果不再加强做这个事情的话，他跑下来跟你和什么新北、台北选举，他在哪里？他连站台的位置都没有了。他做这个事情之后一战成名了，所以你不要从这个整个的政治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中美高度来看问题的话，这就是个中美在台的内部的一个斗争的一个第一战而已。你认为美国人会放过他？不会吗？不可能啊！老美就打你的。可是美国现在对郑丽文一点办法都没有啊！美国不跟你搞郑丽文，美国没有兴趣跟你搞这玩意。美国把责任就很简单，你赖清德给我搞定，因为川普4月份想要去大陆去访问，去勒索习近平嘛，他今天早上又不是提出来要加卖东西啊，对不对？他兄弟茶也上来了，什么都来了，川普是见钱眼开，对不对？川普也不希望现在为了这个事情在台湾大动干戈嘛，所以等到川普过了以后，跟你保证这个过关，美国力量，美国拳头大还是说郑丽文拳头大？少吹牛了吧？美国的 AIT， 你知道 CIA 在台湾多少人吗？多少人 ？CIA 在香港撤退，全部在台湾呢。到时候听说有1000多个人呢，1000多个人在干什么？吃闲饭的。他搞不定你啊！对，你郑丽文我搞不定，每一个立法委员在海外多少东西啊？对，台湾人也有记录的，不是只有台湾媒体有什么狗仔队 ，CIA 是全世界最大的狗仔，我告诉你，没这回事。我告诉你，川普访中结束，整个事情拍板定案，屁都不敢放。好，那周老师你怎么来看这个事情？我觉得今天最不可思议的是。你如果说我们都没有看到现代的战争也就算，你现在刚刚讲的俄乌战争里面已经告诉你那个战场地图多重要，你那个战场指挥多重要，你的那个整个卫星星链多重要，你更不用讲在委内瑞拉，你在伊朗里面，那根本就是不同世代的战争。我们才知道今天网络司令部，你今天的太空司令部有这么重要。现在我们当然不敢要到最好的东西，可是我们的 Link 16至少可以有一点。我听到一个说法是说，未来我们的战机，我们的 F16如果 Link 16上去，我们根本不用管。他就叫你上去，你就上去。上去了以后，你会有一个仪表板，那个仪表板它会 list 到你很多的序列。
那个序列里面，美军就告诉你说，哎，你现在盯着这个2点钟方向，你盯着这个10点钟方向，你就往10点钟方向几个地方，你快按个飞弹炮，你就可以离开了。我们需要的是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会变靶子；如果我们有了这个东西，对方就是靶子。结果这么重要的东西，刚刚讲的，今天我听了顾立雄才知道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这东西，在这次军购里面，国民党完全把它踢出去了。对你刚刚讲那个是 TTN， 叫做台湾战术网络了。因为过去这个东西是靠 Google 哈，就是我们讲 Google 地图那一些，当然有一些军事用的，它会有一些管制，然后来去做这样你讲这个侦查。那现在顾立雄讲这个军购这个 TTN， 这个是升级版。也就是说，有美国的军方直接在 TTN 里面加他们内部的情资跟第一手的情报，再加上叫 TAK 叫做部队觉知的这应用套件，这可以让我们的阿兵哥或让我们的这个前线的狙杀部队在一线的时候，他可以地图上看到哪里有敌军。这个敌军呢，其实严格讲起来，就是我们台湾跟美国协力情报也好，或者征收也好，或者是从空拍也好找到这样的一个资讯。那把这个拿掉，当然就变成瞎子摸象，你要打谁，对不对？因为我在部校受训的时候，我们不是步兵。步兵要学什么？攻防收紧歼，歼是很难的，叫歼兵。也就是说，我对敌情搞不清楚，我要派歼兵，歼兵要去摸，它也是最危险的部队。歼兵赶快绘测地图，赶快把资讯送过来。我现在不用歼兵了，对我现在空中地图什么什么的，就歼兵该有的东西，我在后面都有了。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东西，你有多少的部署，你有什么样的部队，你的部队有什么样的这个所谓的武器，我一目了然，我要怎么打你，我都知道了。对，所以等于有这个上帝之眼、上帝之手在控制下面的这个执行的层次，这第一个。第二个，各位要了解一件事情，川普其实很不想要管台海的事情。我们这么多年观察下来，就是有核武的国家，他尽量不要碰，不要产生高冲突就不要。所以川普的立场很简单，就这件事情交给 Rubio。好，交给这个塞格兹，你们国防部长你们去处理。那你就让台湾该买就买，该到位的到位，该钱该付就付。所以你要再让我跳下来去烦你这个台海的事情，就川普不干这个事情，所以川普才会讲啊，就川普现在的这个打那么多战争，你看从以色列哈马斯，好，然后伊朗，然后又委内瑞拉，现在要回到伊朗。其实现在外媒已经在报道，美国的军库已经比较低了，那个水位已经很低了。那低到什么程度呢？美国最近才跟那个洛克希德马丁跟那个雷神在签了7年契约，赶快的制造，可是怎么样还是来不及，所以他会要求现在是进入所谓准战时的这种量产的节奏。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工业成本、军事制造的成本跟你那个产能压力，全部你这些盟国你要帮我负担。所以你刚刚有提到嘛，就是说今天为什么我们这个政府就是说民党政府1.25兆？为什么徐小新的版本像9100亿、8100亿啦，或者说朱立伦版本是9000亿，会说为什么会比较少？其实有一个部分是他们这个算是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国民党版本，不是那个郑丽文那个3500亿的差异在哪里？在于说徐小新他们认为说有些是我们就是我们在美国国外采购的，那你就是台湾你自己用另外法律来规范。好。那如果是跟美国直接采购的，大概9000亿、8000亿左右。当然他们论述是这样了，可是各位不要忘了军购这个东西它是有包括军购、商购跟委办。那很多东西它不是只有政府制造，不是只有国防部制造，它是民间的这个协力的方式来制造。所以这个东西当然会到1.25兆的这样一个规模。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知道说，其实美国的军购，你刚刚有提到，从1979年的这个台湾关系法以来，还有6项保证。其实它的这个过程都是怎么样？就是由台湾提出战备的需求。我们台湾现在国际局势啊、军情啊的变化，两岸的这个什么居力失衡，我们需要什么东西，然后跟美国讲，然后由美国来提清单。所以才过去有很多以美反美人会说，美国这开清单给我们啊，你可以买好的 F35，你不能买这个差的什么东西，就是它这个东西是由美国来决定，本来就是由美国决定，因为美国老实讲，它要去评估，去清点它到底有什么没有什么，它能帮到什么地步，这个东西本来就是由美国来去做决定，而且有时候我们台湾要比较好，美国还不给嘞，对，所以我是认为说，今天你不要。用像刚才徐小贤的版本，你不要想说你这个东西要等到美方他能够供货，能够供时间要能够准时我才卖，这个思维不是这个样子就 even 连前国民党的立委徐润他自己都讲他就说这个东西就是说如果你要等到美方他这个开这个清单给你或者什么，那你才再筹钱，这个都缓不济急，而且这个根本也这又不像 Uber Eat， 对，这不是 Uber Eat 我们下单然后汉堡就来了嘛，这不是啊，这个基本上我们就是整套的规划，它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缜密的一个协同系统。那你现在看到郑立文这个版本，你真的觉得说他是完全在卡这个预算，他完全让这个台湾的军备的大脑被摘除掉吗？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骂国民党了但是我还是要讲，就是说，其实郑丽文你仔细给他听他的论述，他的意思就是你们在忙什么？你们跟中共好一点，
好，你跟习近平妈急一点，你就不用浪费这些钱买军购了嘛。这个我看很多的一些深蓝的甚至深到红的发红的名嘴都讲过。那他们的立场很简单，他们认为说，我今天少跟中共冲突，那我就少花一点军购的钱。可是，请问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中共的飞弹就不对着你了吗？还是他就不会天天军机扰台了吗？不可能嘛！还是说习近平放弃1国2制？比如说你郑丽文去跟习近平会面，那习近平可不可以放弃武力犯台这个承诺？如果可以的话，那我跟你拍拍手。说真的，我们军购是可以大幅下降，可是事实上就没有办法，它就是一个集权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缘木求鱼啦，就是说你用这个方式，我们台湾人讲一个扔头轻棍，这个根本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中共侵台的问题。这次美国攻击伊朗，真的让我们见识到美国黑科技，还有他们整个战争计划有多么样的一个严密。刚刚谈到了地下层，但不是只有一个。它是绵延数十公里，甚至数百公里，而且深在地底之下。它里面有无人机，它在里面有导弹。可是没有想到，美国现在我怎么做呢？现在就是刚刚松说的，要不然我就在门口把你给炸掉，要不然你只要出来，你只要露个脸，我也可以把你炸掉。如果你没有露脸，你现在洞口也被我炸掉，我怎么办？我今天用钻地弹，我用钻地弹的方式，我也可以把里面从中的摧毁。那甚至我为了要把你的整个产业链、整个的制造方式全部攻掉是。你要有原料，我把你的原料给打掉。你现在要制造导弹，你现在要用固态燃料，你要用固态燃料，你要用行星式的搅拌机。你的行星式的搅拌机10-20个在哪里我都知道，我把你的搅拌机全部打掉。甚至你今天需要的任何的原料的储藏库，我也把你打掉。打掉之后，我今天把你所有的储藏的地方，我也全部打掉。没有想到，他就是一步一步的让伊朗打得西蒙给盖爽。而碰到这样的状况，世聪，今天台湾就变成了2个，因为在郑丽文的压力之下，我们必须要选边。其实没有了，现在全世界都在选边了。是。他要选中国，对，那别人怎么办呢？对，事实上我们在这次的这个美伊战争中，你看到这个美国的黑科技香不香？很香嘛，我们都要嘛。虽然说我们要不到最好的，但是我相信第2水准的话，搞不好都已经能够对我们的国防有非常大的注意。那我们看这几天来说啊，事实上国民党面临到非常多压力。就连这样，我们就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潘俊荣嘛，工总的理事长嘛，他出来说什么？他出来批评这个所谓的这个国民党啊，他说你们这样乱的话，对整个台湾是空转是内耗，他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呢，是连战的大金主，他是蓝道出资的一个人呢。我最早跑的新闻叫捷运新闻，是你现在的板南线很多都是工信工程做的，是的，工信工程的潘俊荣一直都是连战，也是国民党非常重要的支持者，对，他是一个蓝的非常彻底的，是。结果这次国民党啊，你不是挡军购，你也挡这个所谓的关税，对，他说你们不能这样搞了，你像这样搞是，你又挡军购，你又挡预算，你又挡这个所谓的关税，对，你不把大家给整惨了吗？对，没错。事实上，当然了，国民党很多人都一直说，我们跟中共交好就好。但是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次的过程里面来说的话，美国已经占据全世界最重要的力量。我们跟他讲，台湾还有什么边可以选？台湾就是在美国这一边啊。我们讲得很简单，台湾的晶片都是靠美国的技术，美国要说要断，它随时可以断离。再来说台湾的武器，我们当然就靠美国嘛。我们跟他讲一个最新的，目前为止，川普已经叫这个贝森特说，你到中国去的时候，叫中国买石油。买什么石油？买美国控制的石油。美国控制什么？委内瑞拉都要控制。你要伊朗的石油，不好意思，你以后搞不好都要跟美国买。对，我们以后连能源都要跟美国买。我跟大家讲，全世界都要跟美国买。他现在还控制什么？我想他未来这个荷姆兹海峡就已经被美国控制了嘛。他现在巴拿马也都控制了，马六甲都控制，全世界什么都被他控制住。我们还不只能够靠美国，你没办法靠中国。中国现在本身都踹了蛋了，对，所以现在很简单嘛。这几天我们结果郑丽文还堂而皇之要过去，所以说他们看不懂局势嘛。你看，这已经连续8天了，宝姐，你知道8天怎么样吗？中国的军机没有来台湾绕台了，已经8天了。真的假的？已经为什么8天？我相信啊，中国现在呢，他们可能卯足全力在开2会之外呢。为什么？有人就说，2会快要开了，他现在呢最好不要在这个，而且川习会要见面，对，他不要在川普去中国之前让川普不开心嘛。川普曾经就说过吗？你们那边军演，我是不太开心的啊。所以他事实上也有人说他要释出善意啊。所以我跟你讲，现在中国自己本身他自己都觉得说，我跟美国招不住，所以他怎么做？先弄台湾嘛，所以才会有曾丽文出来弄台湾嘛，这是他唯一能够做的一件事。因为以前在国共内战里面有个非常有名的话，就是你要瓦解敌人，要从哪里瓦解？
要从敌人的内部瓦解。对，没错。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次美军在这个伊朗战场上面展现的这个实力，真的让我们完全瞠目结舌。你看哦，伊朗也知道说你要打击我，所以你看他停在运输机中间有一台轻型直升机，轻型战机，我就可以直接炸掉你的轻型战机了，不会影响到周边的这个运输机，我就这样子把你干掉了。好，另外一个是什么？运输机对我没有威胁，是我就不带运输机。对，你藏在里面的轻型战机，我照样把你打掉。你看在运输机中间有一台飞机，他就直接把你干掉，把你击中。另外是什么？他们这次不是斩杀这个哈米尼的这个官邸吗？现在根据大家的说法是这样子的，他是用 F-15的飞机飞上去之后，他在距离这个标的物约莫是在这个伊朗跟在约旦跟这个所谓这个叙利亚的上空120公里之前就发射飞弹。发射飞弹，它这种叫空射的这个弹道飞弹，出去之后呢，开始飞行往上，出了这个大气的外太空之后，重返大气层，这样高速的坠落。对，所以为什么这个伊朗的这个相关的防空武器都没作用？因为太快，速度太快，5马赫就直接垂直击中他们的这个目标建筑物。所以你知道，这就是美军的作战能力完全让你瞠目结舌。而且可怕的是，你知道吗？哈米尼他家里面是那个方圆之内30枚导弹，对，而且 F-15多厉害。美国曾经拿过 F-15，一样用导弹飞到天空150公里的位置，把卫星给打下来。对，好，那除了这个所谓 F-15的这个战斗力之外，另外一个是这几天我们不是有看到吗？这个美国这个中央司令部是发射，就是说有一个伯克级的驱逐舰对这个伊朗发动攻击嘛。我们看到它武器发射出去，这个是被人家说是黑色的战斧飞弹的时候，但其实大家注意不是在注意这个，大家反而注意到这个。这个东西，这是什么？这就是搭载这个 Odin 的这个雷射系统。对，它这个雷射系统要做什么呢？雷射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我如果看到无人机来说，我用飞弹打你太浪费了嘛，我就用这种雷射武器直接噗就把你击掉了。所以这成本100块。对，因为它只要有电力之后就可以无限制的这个发射，所以它这个很厉害嘛。所以你看，我们都知道说，前美国国防部现在也在台湾的胡振东就说了，他说开战90分钟，伊朗一颗飞弹都打不出来，这就是科技的这个代差。想想看，如果你的这个雷达全瞎、通讯全断的时候，你手上的飞弹就只是昂贵的这个废铁。所以这就是怎样？我就讲这一次的战争，其实摆明了给全世界看。我跟他讲，现在其实最紧张的人，宝杰，你知道是谁吗？谁？就是曾经跟中国订武器的。我现在要退货啊！你这没有用啊，对不对？你看中国的飞弹也没有用，被趴了。对，中国的雷达也没有用，你还1月还给这个伊朗最新型雷达，完全没有用。所以现在有些人要退货，但是呢，我们现在要怎么样？我们现在居然是要对美国退货，对，你就觉得说一切都显得非常荒谬。好，所以 Kevin，牵引过来就是我们现在刚刚讲的，现在全世界，美国其实要我要搞一个产业链的改变。改变以后，我有个绯红产业链，有一个那个红色产业链，我们等于说产业链完全不要用中国的。这个时候，台湾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台湾刚好在这个绯红产业链里面，现在刚刚讲在军事力量，在这个 AI 产业里面，在晶圆产业里面，我没有想到现在连太空产业我们都紧密结合了。宝杰，我非常欣赏你这个新的一个 slogan，就是说你需要的，在这种诡谲多变的这个局势里面，你需要的不是立场，你需要的是方向。也许你在政治上面你有主观的选择，可是我觉得在这种所谓我以一个投资者的一个角度，站在一个财经这个产业角度，你现在的就是要制造你台湾被需要的能力，就是你要了解到现在方向是在什么地方，你什么地方可以施力，而不是说我只要坚持什么，你无用武之地。我举个例子，我们在讲一个追本溯源，美国为什么急着要喊这个所谓的制造力回美国，就是从国防军工的力量开始担心，他觉得说哇，现在95%的晶片都在台湾，那怎么办呢？这样这些高阶晶片，说这个中共的这个实力越来越坚强的时候，你先打伊朗还好，那个科技落差，如果中共实力越来越差的时候，你美国的制造能力，为什么中国大陆为什么这个所谓的美国要求韩国是要求它的韩华的造船能力嘛？所以说这就一切就是来自于这个制造能力。这个战争里面，我们都见识到美国科技的这个厉害，对，而美国科技厉害里面。台湾都有台湾的影子，而且台湾的影子 involve 的程度是越来越重的吗？尤其是在硬体制造，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件事情，我就举一个例子，像譬如说，以色列的这个所谓铁穹系统，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发射架很重要的零组件是来自于我们台湾的荣钢？对，好，那另外像很早以前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嘛，譬如说像这个所谓的一个洛克希德马特那个爱国者飞弹，那个发射架很重要的一个零组件是谁做的？千富精密做的对，那更有趣的，我觉得。你知道吗，宝健？你知道吗？有一家叫做挪威主权基金，他投资全世界1000家公司，他有一个洁癖，他不投资军工产业，他认为那个是邪恶产业。
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他投资我们台湾一家公司非常多，叫做全讯。全讯是做什么？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说一个飞弹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尤其是反飞弹系统，就是你要打出微波出去之后，锁定对方位置，然后回报之后，然后就把它咬死。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这个超高频的微波的功率放大器。这个东西现在世界上很多的飞弹就是要叫行波管，这个是一个比较老的东西。可是，约莫在这个很多年之前呢，我们台湾就做出这个东西。我们的天弓飞弹，天弓、天箭、雄风都搭载。美国人发现说，我们台湾制造飞弹能力竟然大幅进步，这就是为什么他赶快卖给我们很多的先进武器。原因之一，他发现说我不卖给你，你自己会做。对。尤其是这个零组件，我刚才讲这个零组件占了这个飞弹的成本，大家可能不知道60%。对，那它本来是全世界没有人要卖，美国不卖给我们，英国、德国也不敢卖给我们，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制造出来，而且是中科院做了半天做不好，这家公司自己去找中科院，后来中科院他发现说，你真的做出来了，就美国也发现说，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个飞弹打到一个什么渔船，雄三飞弹，我们才发现说，我们竟然可以做那个贴着海面飞行的，对，我们竟然做出来了，美国就开始这个开始对我们就是放宽那个采购的这种高阶的一个项目，因为我不卖给你，你早晚搞不好自己搞不好就是越来越多。那我再讲一个。低轨卫星非常有趣，大家都知道低轨卫星，我们现在就是有福卫几号，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发射出去。我们每次要发挥什么福卫几号，对，都要到国外去，到澳洲到哪里去拜托人家帮我们把它发射上去。马斯克这次为什么会引起大家轰动？就是他那个猎鹰者号，他那个火箭是可以回收的，对，上去可以下来回收。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它那个猎鹰者上去回收，它那个引擎叫做什么？叫做猛禽，就是凶猛的禽，凶猛的这个飞行猛禽引擎。它大家那下面有那个三角锥，那个发射器，那里面这个地方它是用乙烷来发射，可是大家知道吗？它这个里面的关键零件，那个强度、硬度关键零件是我们台湾做的。对，我们台湾有一个叫东台这个集团旗下有一家公司叫荣田，就是专门做马斯克那个火箭。那个里面的猛禽引擎那个角锥的这个发射器的关键零组件，所以说我们台湾也许没有办法有整套的这个所谓的完整的成品，可是，在每个重要的关键零组件里面，其实很多都有台湾的影子。而且我看到你说，最近越来越多美国的军工厂商来台湾找合作。对，其实我举个例子，约莫在前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无人机，其实我们在国防部那时候顾立雄在坦白讲这个无人机有个非常有趣，以前无人机不受重视，国防部每年大概就1-2千台。后来那个顾立雄担任那个所谓国安会长之后，他招标的过程他直接跳过国防部自己来主办，找了1000家厂商之后，整个台湾的无人机，因为某种程度也是我们要训练我们台湾成为这种所谓的一个刺猬岛啊，等于说这个所谓反击系统。重点是约莫在前年底的时候，美国带了26个厂商来台湾，那。这个陆队长是叫做世新科，宝洁很久以前我在你这个节目里面有说过，世新科美国那个 NASA 在那个火星上面孤单待了15年，那个探测车是我们台湾去美国留学生设计出来的，里面的那个所谓的一个 PCB 这个工业电脑，就是世新科。就是我们台湾的厂商做出来的，所以说其实就是说我们台湾有很多很强大的制造的这种优点，就是可以来支援美国的制造梦，制造回美国的梦，可以帮助你这个川普，就是说制造回美国的一个大梦。不懂，我还记得你讲过一句话，你说川普就是一个大流氓，他是一个大商人，他没有不敢赚的钱，没有不敢说的话，没有不敢做的事，他吃你喝你打你，你还要跟他说谢谢。我觉得这次里面他去打伊朗，伊朗的重点是我把你油给控制了，油控制了以后，你伊朗的油不能卖给中国，不能卖给中国。现在居然他就传了一个话，还不知道去见习近平吗？他就讲，伊朗的油买不了了，你来跟美国买石油。他没有讲伊朗石油买不了，但是他透过贝森特，他财政部长已经跟外面放话，我们4月份，现在改成4月份要去访中。访中的时候，我们的采购项目有什么？原来讲的什么大豆啊，什么飞机引擎啊，什么一大堆。还有一项大家吓一跳，买石油，不会跟他买石油，跟美国买石油跟天然气，他傻住了，怎么有这个项目跑出来？原来他已经要准备，他说是要把美国的石油卖给他，卖给中国。但我看不是啊，我看他准备把伊朗石油卖给中国，要透过他嘛，所以这个就叫什么？知道吗？叫什么？我们台湾，我们在乡下，我们以前黑道讲的嘛，这是叫做卖兄弟茶嘛。这兄弟茶，兄弟茶，兄弟茶，我就是强迫你嘛，我就是强迫你，就是你非买我不可啊，因为他已经看穿了嘛。意思就是吧，
兄弟呀，胖牛啦。对呀、你看到中国这段时间的表现，中国大陆表现很捞嘛。今天看出来了嘛，王毅听说派了特使要到欧洲全世界重要国家去访问嘛。对，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代表什么？很简单，如果我是老大，老子昨天就跟你呛虾，我说伊朗也不能打，再打我就跟你干嘛，一句话而已啊。这种是派兵嘛？你跑去不是你呛虾也可以，不要派兵啊，你用讲话骂人也可以啊。他不是连骂都不敢骂，他去制造国际舆论。我跟你讲，这个一下有川普就不鸟你了嘛。他会看，哎呀，你唔敢跟我玩 gay 啦，唔敢跟我修怕，一看就吃定你了，马上跟你讲石油卖给你。后面来了吧？川普这2天动作很多，这是一个大动作。还有一个动作你不要忘记了，还有什么？哎，伊朗报纸上通过，他跟 Axios 讲了嘛，对不对？他跟美国的这个媒体讲，他说这个哈姆尼的儿子跟这个革命卫队要来接这个接班人的话，我不同意。哦，他可以决定伊朗的接班人。他不能，他后面一句话没讲。如果他们不甩他，真的就把他的接班人把他排出来。是他哈姆尼的儿子，跟革命卫队结合在一起的话，他不是有88个专家？他就杀了，他会干什么？他就杀人，他马上就干掉你嘛。我们2个昨天不是讲到判断2个可能性了，谁接班嘛？对，一个是革命卫队嘛，一个是他的另外一个国防军嘛。结果没有错啊，他在打革命卫队嘛，所以国防军一定有人跟他在接头。而且他讲得很白啊。你今天是革命卫队，你今天是哈米尼的这个儿子，门都没有。我不同意，这件事情我要参与。哎呦，伊朗选总统、选领导人，干他鸟事。哎，他要来公开讲参与啊！哎呦，这个不是流氓是什么？对，什么？这不是黑道，这不是黑道，这个世界最大黑道是川普，所以他这样子干的方法是什么意思？所以后面他更厉害一个，他把以色列讲的话告诉大家。以色列怎么讲？以色列说啊，我们要他越混乱越好，我们不跟他谈判，要跟川普讲，我把他杀到底，全部杀光光。对，以后把他这一次斩草除根，他就告诉你说，哎，以色列在旁边啊，你们等笑，我放狗咬你啊！他的招数一大堆啊，完全跟黑道一样，你不觉得吗？可是你觉得黑道老大的价值其实在什么？你知道吗？维持秩序。黑道老大如果不能维持秩序，小弟我也不要交保护费啦。那你这个黑道老大，你要维持秩序，你至少把那个所谓的荷姆斯海峡给我搞定啊。他不是这样。川普的所有的作为只有一个方向，他只看上的有资源跟有钱的人，他不会去，他有没有去搞北韩？没有，他不搞北朝鲜，你看到没有？那个穷光蛋，他不要理他，你知道吗？他要找台湾有钱。你看他对高市早苗好不好？好，5500亿哦，对沙烏地阿拉伯好不好？好，都是上兆美金的。他只跟有钱人交朋友，有钱的客人跟我的原则一样，我只交有钱人朋友，穷光蛋我不往来的。所以交有钱人的朋友，然后勒索有钱人，恐吓有钱人，在勒索谁啊？勒索谁？勒索中国大陆嘛，对不对？兄弟茶卖到中国大陆去了嘛。所以川普的逻辑要搞清楚，你没有钱啊。他根本你连这个比心啊，他现在不谈了，你看到没有？为什么不谈比心呢？因为比心帮他赚钱。对，台湾是比心，你忘记了吗？是那个桌子，他说中国是个桌子，台湾只是一个比心，这也差太多了吧？对啊，所以川普只是看上有钱的或有资源的，否则他根本连理都不理你，他连跟你吵架的兴趣都没有。好，所以你长期研究美国，而且你过去半年你也都在美国。他就搞不懂啊！哎，你是一个堂堂的美国总统，你应该仪表堂堂，你应该说话算数，你应该维持世界秩序，就这些东西他都不管了。对，其实川普这样，川普他在第一任的时候，他其实最讨厌就是干预外国战争，结果第二任他到处干预战争，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第二任了嘛。他后面不用再连任了嘛？对。那美国总统不用再连任的情况之下，他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哈。他现在想干什么？对，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最近打仗打到好像有点心得了。对。就是说这个战争可以把所有这个全世界的美国，而且说的股票有跌又涨了，你看嘛，本来打了昨天好像跌啊，今天好像又涨嘛。所以对于川普来讲，他觉得这个过去你们这个传统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家看你们全部看错了，我就是要创造一个我自己非建制派属于川普的一个历史的新的定位。以前吴总曾经讲过。你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你作为一个世界的霸主，你要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你才感觉到你自己的权力跟威力？两个，一个是阅兵，一个打仗。我觉得川普根本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才可以感受说我是老大，我才是影响世界的王，我才是凯撒，我来我看我征服。更可怕的是，他还讲说，
我是美国总统的 GOAT， 他是真的这样感觉吗？其实我们平心而论，其实川普已经在往威权这边倾了。那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是三权分立嘛，行政、立法、司法。那最高法院法官也打哈连嘛 ，IEPA 把它宣告违宪嘛。那国会呢，基本上对于美国总统出兵没有寻求这个许可，他们也很气嘛。可是美国总统毕竟是总统治国，他的总统，所以他有很多的资源，他可以先打战，然后定位说这个不是战争，所以不用经过国会。他可以呢，你这个关税，你认我这个你认我这 IEPA 违宪，我就用其他方式。那虽然说比较慢来讲，他还是这样搞。所以对川普来讲，他其实有很多他可以去生长的一个空间。只是我要特别注意，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习近平跟川普，我们都知道，中国有70%的这个石油的供应，就是需求是由外面来供应的。那另外呢，伊朗90%的油都是卖给中国，所以对于中国跟伊朗之间的这个所谓的脐带链，那川普是想把它斩断。那一斩断的话，其实最痛的反而不是伊朗嘛，伊朗就已经没办法再烂了嘛，哈 ，nothing to lose。可对川普来讲，对习近平来讲，这关系到习近平的痛。所以我们知道，刚刚那个世聪有讲说，我们已经8天没有军机绕台，没有共机绕台了，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习近平会怕。好，为什么？因为4月份现在他们要谈了。那如果川普马上又变脸，我认为川普对习近平最近应该还会有几波的变脸。那这个变脸呢，其实就是累积垫高川普跟习近平谈判的那个筹码。那你有可能看到川普给习近平洗脸，但是我觉得整个大的局势来讲的话，美中是在融冰没有错。那川普到头来，就像刚才吴董讲，他还是要赚钱，他只跟有钱的这个有权力的朋友交往。哦，那太穷。那台湾其实我们也不要做什么有钱有权力，我们就做一个川普旁边哦，看看能不能够协助他完成他这个历史定位的一个小的一个很重要的螺丝钉嘛。吴董有一个我看不懂，以前在讲邪恶轴线是吧？北韩、中国、俄罗斯跟伊朗。你现在连委内瑞拉都处理了哦，你现在处理了伊朗哦，你现在等于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对付的是中国，更不用讲俄罗斯的俄乌战争是你极力要处理的。那北韩怎么没有声音？我们看到了金小胖最近很紧张啊，金小胖最近不断的在试射飞弹啊，而且他现在透过的这个内部的整合，他又重新担任了这个总书记。难道现在在这种无风无浪的状况下？现在川普有可能把手伸进来吗？川普现在不会去管北朝鲜，不会管北朝鲜嘛？他要看的是钞票嘛。北韩是个穷光蛋国家了，是不是？只能够卖一些劳工劳力，也没有资源，也没有现金，就是给你搞核弹，他让那个干嘛？对，一点意义都没有啊。你说川普不想搞他？川普当然不想，没有钱的地方他不会去的。啊，所以我还在讲这个日本的那个国防部长官方长官讲的话，他说川普是万物皆可卖，他没东西卖，他跑去北韩干什么？那么穷，对不对？有台湾是他什么都可以交易，台湾是对他来讲重要国家，为什么？没有台湾的台积电的话，他拿什么去恐吓中国大陆？对。他的 AI 怎么去控制啊？而且他争霸也要靠台湾，对，他的生产力也要靠台湾，那个飞鸿供应链也要台湾。刚刚我们谈到了哈，刚刚我们这几位专家谈到，我们台湾有一个护国神山，有第一座护国神山。刚刚谈到的第二座护国神山就是我们的精密机械啊，我们台湾价值很大啊。我们我们的卫星工业从开始，我们有第3个护国神山，越来越多，你知道吧？所以走飞鸿产业链以后，这个对川普有价值。对，那我们是对川普非常有价值的地方。那北韩是相对来讲的话，屁都没有，鸟蛋精光哦，一穷二白，他跟他混干什么嘛？混了半天都要给他钱，他不给你搞这个。所以你说金小胖北京晃来晃去的，也没人理他。那是穷开心，你看过穷开心没有？就是穷开心，郑丽文也是一样，穷开心。250穷开心嘛，搞后面就一场空啊，就是讲神经病。所以我这2天试射飞弹，我这个所谓的视察我的战舰，然后把我的女儿带出来，把我女儿弄成接班人，然后搞得风风火火。刚开始的时候是每一次试射飞弹，日本很紧张，然后南韩很紧张，都要跑去美国，要跟白宫见面，要去告洋状。现在没人理他，连他完全没有戏唱，没有用的嘛。对，因为他的角色已经被设定得很清楚，就是说他就是属于俄罗斯跟中国的一个附庸。对，然后最重要是，川普在第2任的逻辑，他的治全球，他的统治世界的逻辑改变了嘛。他第一次爽到在哪里，你知道吧？在中东，凯达给他一架飞机，一架飞机多少钱？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